大家好，今天咱们要聊的是24节气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——冬至。有人说，冬至是一年的转折点，是从寒冷走向温暖的起点。它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还充满了人情味和美食的香气。今天咱们就从冬至的由来说起，再看看各地有哪些有趣的习俗和美味的传统佳肴。冬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，古人发现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，北半球白昼最短，黑夜最长。从天文学上看，冬至标志着北半球正式进入冬季。冬至不仅仅是一个节气，还是一个祭祖的重要日子。古语有云，冬至阳生春又来。这一天，人们要用美食和仪式表达对自然规律的敬畏，也祈求来年的平安和丰收。说到习俗，冬至最普遍的就是祭祖。在中国潮汕等地，冬至被看作鬼节，人们会上坟扫墓，供奉美食给祖先，表达追思和感恩之情。还有的地方，家里会摆上鱼、肉、糕点等贡品，全家老少一同参与祭祀。这种仪式让冬至变得不仅是自然的节点，也承载着家庭的记忆。冬至还是一个吃的节日。说到冬至的美食，北方有一句老话，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，这可不是随口一说。据说医圣张仲景为了救济乡亲，用羊肉和药材包成胶饵施舍给百姓。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，冬至这天都要吃饺子。北方的饺子馅料丰富，羊肉、韭菜、萝卜馅都有，吃上一碗，暖身又暖心。在南方，冬至的主角是汤圆，一碗圆润的汤圆，象征着团圆和美满。汤圆的馅料五花八门，甜的有芝麻、豆沙，咸的有鲜肉、火腿，还有水果馅的创新款。民间还有一句话，吃了汤圆大1岁，让汤圆成了冬至不可或缺的年味儿。除此之外，苏州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，苏州人喜欢在这天喝冬酿酒，吃元夜饭，还要用精心准备的吉祥菜庆祝，比如福寿蹄及庆鱼。而在四川，冬至吃羊肉汤成了传统，滋补驱寒，满满的热气和香气让人感到冬天的幸福。冬至的习俗不仅限于美食，数九消寒也是一大亮点。冬至一到，正式进入数九寒天，从99到81天，大家会用数九歌记住寒冷的节奏，1929不出手，3949冰上走。老北京还有用99消寒图打发冬天的传统，每天在画纸上的梅花上涂一个点，等寒冬过去，整幅梅花图就成了春意盎然的桃花。冬至不仅是节气，也承载了温暖的人情味。吃饺子，吃汤圆，喝上一口热乎乎的冬酿酒，在寒冷的冬天里增添了无数温暖。更重要的是，冬至让我们在忙碌中停下脚步，和家人团聚，感受家的温暖和节气的韵味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这期关于冬至的分享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和订阅。愿大家在这个冬至吃得暖，心更暖，健康平安，团圆美满。咱们下期再见。